太邪乎了，搞得这么高调。唉，真是破费了，弄这么多鸡毛。这是鹅毛。张队，看来我们又来晚了啊，很多线索都被媒体给曝光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都到这儿了，总台还接着报案呢。还好现场还算完整，应该没有人走进过这辆车。这样，跟法医还有鉴定科的人说，抓紧时间，快点办妥啊！你们那边处理快点。我那边。进，你们来的正好。已经出来了吗？结果？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12点左右，一刀毙命，直接刺入心脏的右心室，脖子上有一道淤青，口鼻处有乙醚的残留物，这就说明被害人在遇害之前已经被别人从背后先麻醉。那凶器呢？是现场发现的那把刀吗？是倒是，不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凶手在同一个伤口刺了2刀。你不是说一刀致命吗？这就是奇怪的地方了。从这周围的组织还有血液凝固的情况来看，的确是一刀毙命。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凶手在血液凝固之后把刀拔出来又刺了1刀。第2刀的伤口比较浅。拔了有差，这什么意思？布置现场。布置？我们看到的这么高调夸张的现场，全都是布置出来的，包括死者的伤口。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不是第一案发现场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样，我再去看一下道路监控，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线索。对了。受害者的血型是什么型？还有一个物证，目前还在鉴定室鉴定，不知道是否与本案有关。行，等鉴定完了，如果需要保存的时候拿来登记就是了。行，那我走了啊。哎，等，小谷在你那儿干得怎么样啊？刚来，还在适应。好容易来了个得力的年轻人，谁知道打了封邀功的报告，还把人给打发走了。早知道这样，不当伯乐喽。您就有刀子嘴豆腐心，我知道您心疼下属。我心疼下属，谁心疼我呀？你们欠我个人情，这回。知道了，我走了啊。局长，案发现场被大量媒体报道，这对我们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这个问题我也在第一时间和有关媒体沟通了，让他们不要过多的去公布和传播现场细节的图片。可是现在自媒体时代，有很多个人用户真的没法控制。这样，和有关单位部门协调的工作呢，我去做。你的首要任务就是带领你的团队迅速破案，
要平息舆论骚动。是。好，去忙吧。还有一件事，那个古静啊，到我们队上报道了。这个事儿有跟我汇报的必要吗？人我是从你这要的，他来我们这儿报道，我应该跟你说一声。那个老张啊，你是够鬼的。你这一来是想声讨我当初为什么不给人，这二来想试探一下我为什么要改主意了，对吧？没有，局长，这样我简单说一句吧，这个案子我想让古静上手，让他试试看。古静是你的人，你看着办吧。明白了。这条消息现在被个人用户大量转载，是搜索排行榜的第1名。猫小曼，什么名儿？百家姓有姓这个的？猫小曼是她的笔名，她的真名叫刘小曼，她还有个姐姐叫刘新曼，2个姐妹住在一起，都未婚。那她这个漫画家有名啊？猫小曼，2010年获青鹰杯漫画大赛冠军出道，发售漫画单行本《幻爱橘子的假期》。2014年签约上青文化，开始连载长篇《月下恋人》，发行至29话时发生意外，住院休养2年。近期在个人网站宣布复出，推出回归作品《月下恋人最终章》，欲再掀虐恋新高。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现在年轻人都追捧这个，我也不懂。但是这个上青文化是死者苏兆斌的公司，猫小曼呢就是他旗下的作者。因为苏兆斌的死，猫小曼现在才这么火，杀了老板，成就自己，感觉也挺像漫画情节的。但是这猫小曼在2年前出过一起交通事故，现在行动困难，所以身上的嫌疑已经初步被排除了。你们俩去查一下这个死者的生前背景。小哥，你陪他把这个资料形成文字，回头交给我啊。一休，你去查一下这个姐妹俩。2个女孩子，你去说话能方便一点。好。跟新同志在一起，做个好的示范啊。对了，你再追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人故意炒作这件事情。好，没问题。讲，我昨天有点事儿，所以就……哦，没事儿。你该不会生气了吧？没有啊。没有，你们女孩啊就爱说反话，你说没有就肯定是生气了。你认识的女孩都是这样吗？啊？我也这样了吗？看着倒还不像啊。那如果按这个逻辑推理下去的话，你就不像个女的。你有没有听过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按这个逻辑，你也不像个男孩。我怎么了？说逻辑嘛。走吧。你们是？你好，我们是南澳市公安刑警队的，我们有些事情想问猫小曼。他在里面，进来吧。请进吧。哇，没想到漫画家这么有钱。这都是父母留下的。小曼，有人来找你了。你好，我们是市局刑警队的。是因为湖边的那起案子吧？对。新闻出来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我还问姐姐咱们是不是应该报个警，结果自己也想不出个什么名堂来。外面太阳太大了，我们进去说吧。来，谢谢。这么大的房子，
平时只有你们俩住吗？我们喜欢安静，这里平时也没外人。你说手绘的底稿没有人看过？图书公司催得急，我又迟迟不满意。还要多久啊？我们在网上宣传预热了这么久，再不拿回去扫描校对就来不及了。明天早上9点钟就要上线了。可是你也知道的，小曼她自己不满意是不会交稿的。现在不是精益求精的时候，火烧眉毛了。求求你，催她一下，啊！我们真的压力很大。要不是她非要坚持手绘制图，我们也不会这么担心啊！拜托了，拜托了。我知道了。所以还是在最后一刻才完成的终稿。图书公司的人也是直接从我家拿回去上传的。那就奇怪了，凶杀犯是怎么知道画面内容的呢？我们两个也一直想不明白这个。小曼看到新闻的时候，都吓坏了。案发当晚，只有你们两个和图书公司的人看过手稿，他们也是等到凌晨终稿后才离开的，对吗？照你这么说，图书公司的老板在看过初稿后，倒是出去过一段时间，一直到很晚才回来的。大约什么时候离开的？11点左右。真不好意思，二位可能还要再等等。没事。还要等多久呀？公司的人全都等着呢。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们俩煮点宵夜，这个点儿也应该饿了。我不用。他不用，我用，麻烦了。好，那我先去冰箱里看看。谢谢啊。好，行。哎，我这里有点事情，我得过去一趟。在这儿等着，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等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哎，你快别拿我开玩笑了啊！发什么呀？哎，你能把这租金还上就不错了。炒作，这不能那么干。我们是有操守、有原则的，对不对？不跟你贫了，就这么着吧，拜拜。高总，有2位警官找你。我们是南澳市公安刑警队的。那你们的意思是怀疑我？不，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从案发当晚11点到凌晨4点，你离开猫小曼家都去了哪儿，见了谁？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可以啊。喝点水，谢谢。你来干嘛呀？这出什么事儿了？哎呀，没事儿，忙你的吧。说吧。去了我朋友店里。什么店？一家饭店，南京路附近。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他说遇到麻烦了，朋友一场，我也不能不过去嘛。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催，哎。啊，对了，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呢，可以联系我这朋友，他可以提供我当时的在场的证明。两位警官，其实苏兆斌和高原啊，也就是我们老板，2个人为了《月下恋人》这个漫画闹得很僵。苏兆斌最后扬言要告我们来着。为什么呀？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那天听了一下，
似乎是高原当时私下里与猫小曼签了合同，根本就没有经过上清文化。苏兆斌不同意猫小曼复出，不同意复出？他不是他老板吗？这我就闹不明白了，估计是他和猫小曼有矛盾了吧？要不然猫小曼也不会绕过苏兆斌，跑过来直接和我们签书约呀。我们以前也没跟他合作过。警察同志，我真的觉得高原有问题。他那天本来和我在猫小曼家里待得好好的，后来接了个电话，神神秘秘就跑出去了，过了好久才回来。看来你跟你们老板关系也不太好。这公司上上下下就没有人说他好过。他什么为人，你们打听打听就知道了。还有他那老婆，就是给你们端水的那个，也不是什么好人。要不是为了五斗米折腰，谁愿意待在这个破地方呀？真没想到，这高原这么招人恨。按照他员工描述的，他因为利益跟苏兆斌发生口角，把他杀了，再借机炒作，再合理不过。可是我倒觉得，就因为处处都合理，所以才稍显不合理。今天是你第一天办案，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这真实的案件，往往没有那么周密，跟那个什么侦探小说不一样，冲动杀人的占绝大多数，漏洞百出。可是苏兆斌的死亡现场就足以证明，这绝非一场激情杀人。那如果我是高原，既然已经为苏兆斌准备好了耸动的场景，就绝对不会选择在猫姐姐、猫妹妹还有王磊都在的场合下作案。这就是合理中最大的不合理。你先别着急下定论，高原的不在场证明到底能不能经得住考验，那才是关键的。你们看看啊，这帮神经病喝完酒给我砸的，我到现在都还没收拾完。下次遇见这种情况，你就应该及时报警。也算是我倒霉。对了，你给高原打电话之后，他几点过来的？半夜吧，我也记不清了。那时候谁还有功夫看时间呢？你不是有通话记录吗？你查查。哦，是。老板，那个摄像头能拍到大门口吧？摄像头能，倒是能，不过好像坏。哦，对，坏了。你知不知道，做伪证是犯法的？我再问你一次，这个摄像头真的坏了吗？没坏。那高原到底来没来过？他没来。没来过？刚才你为什么说他来过呢？这不是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让我这么说的。这么多年的兄弟了，我只是想帮帮他。你当晚的行程，是你现在自己说，还是等我们查出来？你自己想想吧。确实我没说实话。我之所以不说实话，就是因为这事说出来不太方便。怎么不方便了？因为我去见了一个女人，我可以把她的联系方式给你们，她能证明我的清白。不过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老婆知道。白子长，好，这样，我们这边呢也有了新的线索，你们过来吧，也跟你们说说。好。他们也找到苏兆斌和高远这条线了。他们排查了苏兆斌身边的人，只有高原最近跟他结仇了。这忙了一天了，你饿不饿？查案要紧。哟，这第一天上班还挺上瘾。你饿了？我跟你说，我办案的时候
我这精神高度集中，从来不会觉得饿。哼。不好意思啊，我眼睛肿得有点厉害。案发当晚，你和高岩从11点到凌晨4点，一直在一起。对，一直在一起。我去他工作的地方等他。你们都去哪儿了？一开始，我们就在车里聊聊。后来去了哪儿？后来，我们去了附近的酒店。哪一家？谁的名字登记的？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像审问犯人一样跟我说话呀？我也不想这样啊！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是他骗了我，我做错了什么呀？你也是女人，你理解我的吧？我是真的很爱他，虽然是他骗了我。你先别激动，我们也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而已。不好意思啊，我情绪有些失控。那你能不能再详细的说一下，是几点到的约定地点，几点见的高原，又是几点在哪儿跟高原分开的？我其实10点半就到了，因为怕影响他工作，所以故意等到11点才给他打电话的。喂，喂，亲爱的，人家在这儿都等你这么久了，你还不出来？好，好，好，谁让我爱你呢？好，拜拜。然后我们去了酒店，到了4点多我才把他送回去的。他说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几个小时，你们都在一起？在一起，一直在一起。那你在等他的时候，旁边有人路过，看到过你吗？我一直坐在车里，好像倒是有个人，不过我不确定他看见我没有。什么样的人？高原出来之前，我在后视镜里看到有一个女人，她朝我车的方向张望了一下，然后又朝相反的方向去了。你是说，这个人是从别墅里出来的？对。一开始我以为是高原呢，但仔细一看，那人戴着个帽子，还穿了个裙子。你能不能描述的再详细一点？比如说，天那么黑，我也只能看清他的背影。高原看见他了吗？应该没有吧，他是过了一会儿才出来的。想死你了！不过后来这事儿我也没问他，在他那里上班的人那么多，有个人进进出出不是很正常吗？苏兆斌最后的通话记录传过来了，你看，最后一通电话是当晚的10点48分，一个座机打来的。座机？那上面有地址。这不就是猫小曼家的地址吗？这是全对上了。加上这条线索，猫小曼的姐姐身上的嫌疑就更大。你看啊，苏兆斌反对他妹妹复出，杀人动机也合理了。你们今天调查怎么样？哦，除了跟你们碰上的高原这条线，我们还去排查了苏兆斌当日的行踪，但是线索不多。
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苏兆斌当晚10点42分出的家门，然后坐了电梯到了地库。10点46分，他自己开车出了地库，直到地库出口的摄像头前都是好好的。但是从他家到尸体发现的现场，沿路的摄像头我们排查后有30分钟的空白，这段路直线距离却只有不到10公里。看来啊，要排查这10公里之内所有出入口，30分钟车程所及的范围。30分钟的空白，去掉作案必要的时间，我们的范围还可以缩得再小一点。总之啊，是有的查了。哎，这个苏兆斌之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啊？靠买卖版权起的家，经营了一家小公司，起步阶段也算是青年得志吧。虽然说脾气有点火爆，但是身上没有沾什么大事，跟你们所说的高原完全相反。苏兆斌公司上上下下对他的去世都感觉到难过和惋惜，以及我们今天所排除的所有人，都对他说的是好话。可惜了。这样，明天呢，我和古静去猫姐姐那儿，你们2个继续排查10公里以外苏兆斌车的去向。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可以人赃并获了。好，咱们吃饱才有力气做。快啊，就这样，我送你回去吧。啊，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昨天放你鸽子了，就当给你赔个罪。没事儿。玉秋，我正好要找你了。你2类鉴定结果出来了，你送来的戒指盒和苏兆斌的血样比对过了，不匹配。不匹配？对，但是上面有苏兆斌的指纹。我在苏兆斌的那个车旁边捡到这个，上面有血，我以为是物证呢。这个 logo， 是不是这个？还真是啊，一模一样。既然是在案发现场捡到的，就还是先问问情况吧。哎，这是什么呀？你怎么还看这个呀？因为这个人长得有点像我要找的一个人。这么不着边际的说法，你还能说了这么一本正经，佩服。欢迎光临左卡一珠宝。你好，我们是警察，有些事情想请你配合一下。你看什么呢？这里以前就是这样吗？我也不知道，我不经常来。你以前来过吗？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问你。但是也不能一次都没来过吧？这里还挺有名的，因为……您好，我查到了，根据戒指上的编号是这位先生的订单。苏兆斌？是苏先生的订单，他在2年前的情人节那天取走的。哎，我在想，2年前取走的戒指为什么会在案发现场呢？苏兆斌戴着戒指到底要去见谁呢？比起这个，我更担心上面的血是谁。上面的血迹是陈旧型血痕，这样的话就应该可以排除是凶手的血迹。吴胜告诉你的？没有啊，鉴定报告上写着呢。你过目不忘吗？我们只不过看了一眼，你就记住了这么重要的细节。看过的事情怎么会忘呢？你这么聊天，说的跟我们都跟白痴似的。我没有这个意思。走吧。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你知道这儿为什么这么有名吗？就是因为……小心！
是吧？又这样。你没事吧？摔到哪儿了？没有。这个。 这里晚上会放烟花，所以这个广场很有名。这个附近是不是有一家餐厅？这附近有很多餐厅啊。怎么，你饿了？能看到烟花，到处都是红玫瑰。苏兆斌拿着戒指求婚。你在说什么呢？苏兆斌拿着戒指求婚？但是戒指盒上没有血。 说明应该是8个月之前。你到底在说什么？我怎么越来越听不懂了？应该就在这附近。哎，去哪儿？你在找什么呢？餐厅，苏兆斌求婚的餐厅。你怎么知道苏兆斌在哪个餐厅求婚的呢？ 哎，我说，你是不是疯了？脑子摔坏了吧？我没疯。哎，你走路能不能注意点？真拿你没办法，找吧找吧，不就是几10栋楼吗？找，走。 是这儿吗？是这儿吗？不是这儿，我们赶快去别家。怎么了？是这儿吗？不好意思啊，别在这儿站着。就是这里，这就是苏兆斌向刘星曼求婚的地方。什么2位你们好，我是这里的店长，你们是来用餐的吗？我们警察。情人节浪漫套餐一直都是我们酒店的特色，所以我们每年呢都会精心的布置一下。你们看，这个呢是我们今年的情人节，这是前年的。等等，就是这个布景啊，这个就是前年的，因为那一年的情人节和春节离得特别近，所以我们在布置的时候加了一些中国元素。这些照片能发给我一份吗？当然可以了。顾静，你小时候偶然看到徐洁清被杀现场，我可以理解。但是这次你又说你看到了苏兆斌向刘希曼求婚，还是在2年前的情人节。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什么都知道？我现在脑子也很乱。我现在只想跟你确认一件事儿：2年前的情人节，你不还在昏迷吗？你昏迷了3年，不是吗？你能让我先整理一下自己吗？今天的信息量很大，我也得消化消化。这样吧，我送你回家吧。我只是想把你安全送回家，这一路上不会打扰你，不会跟你说一句话。顾静，你不能拒绝。我刚刚差点就赢了，还不是因为你，还不是因为你。你们俩什么时候搞一块儿去了？才没有。
那你说说，我怎么会在这儿看见这张厌烦的脸呢？厌烦的脸，我还纳闷，我怎么在这儿看见你这双小眼睛呢？我送同事回来，我在楼下看着你车了，我不太敢相信，我才上来看看的。送同事回家啊？啊，我跟你没少加班啊，怎么没见你送我回家啊？你明明就是在泡妞。那什么，我把他带走，你没意见吧？赶紧带走，输一晚上了，没劲。走。叫。别看了，人家早就回屋了，明显对你没感觉。对你没感觉？你那位也一样。你也一样。走吧。你手干净吗？就往我嘴上捂啊！我说你跟那阿紫怎么回事？没什么事儿。好，不跟我说是吧？以后啊，咱们只谈公事，不谈私事。下班之后咱别联系。哎呀，急什么呀？我跟阿紫，我们俩就是朋友。朋友？你们俩才见过一回啊，怎么就成朋友了？不止一回。啊？哎呀，这事儿说来话长，你就别猜了。我跟阿紫是铁哥们儿，跟你想的不一样啊。斜着眼睛看我干嘛？再说了，我跟阿紫，我们俩看着像一对吗？像。像吗？哎。我现在只想跟你确认一件事：2年前的情人节，你不还在昏迷吗？你昏迷了3年，不是吗？古静静，你还没睡呢。古静静，我给你看个东西啊，你客观的评价一下，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这不就是一个给自己自拍的人吗？你是不是也觉得他特别做作，特别假？你不是有时候也给自己自拍吗？哎呀姐，我哪能跟她一样啊？这个是柯佳明心中的女神，但是我左看右看就是个绿茶。这个柯佳明傻备胎。你说现在的男的怎么都……哎，你怎么不听人家把话说完嘛？睡觉了啊？就是个绿茶。其实你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早就不是一个问题了。现在除了你经常会做的噩梦外，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现在妨碍你拥有全新生活的，除了你的偏执，还有什么？暂且让我保留一点，要不然你怎么再来找我聊天呢？一休哥，我们差不多准备出发了。一休哥，你在听我说话吗？哎，你说王博胜去哪儿了？一休哥，我一直都在。你是真没在听我说话啊？你怎么心不在焉呢？跟你女朋友吵架了？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跟古静就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哎，一休哥，一休哥，我知道，我刚才说的是你女朋友。我女朋友。啊，那个，
几点了？古静还不来，不等他了，出发！啊，出发，出发！出发了，出发！0538，有人要见你。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找我了。我需要你的帮助。我能帮你什么呀？我到底还有多少被封锁的记忆？我要怎么样才能打开那些锁？你真的认为这个问题该来问我吗？我再问你一次，案发当晚，你真的一直在家吗？我们还想了解一下，案发当晚是谁用这里的座机打电话给苏兆斌的？沉默并不能解决问题。刘新曼，我现在请你回去，配合我们协助调查。我妹妹还在睡觉，我跟你们走。我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这儿不是什么观光场所。说吧。那天晚上，是我给苏兆斌打的电话。我是在11点左右离开的别墅，因为我是从后面绕出来的，没有让在客厅的王磊看到。那你离开别墅去了哪？我有点事情要办。有人跟你一起吗？可以给你做证明吗？请你回答我的问题。如果方便的话，我们想要一下你的 DNA 和指纹进行验证。唐一修，你自己都说过，无论是你之前所谓的那个噩梦，还是你回忆起当年木九和徐璐的那件事情，这2次突破你记忆封锁的时候，唐一修都在你的身边，不是吗？可是那只不过是巧合罢了。巧合吗？未必吧。记得上一次我跟你说过，我要有一点保留，你才能再来找我聊天。哎，你别着急，我会慢慢告诉你的。其实你的病历非常有意思，你可以事无巨细地记得所有的事情，但是你忘了3年前的那件事情，而且其他超郁症患者该有的那些困惑，你都没有。所以，你的大脑和其他那些超郁症患者的不一样。那也就是说，我不但区别于常人，也区别于其他超郁症患者。没错，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之前名声鹊起，可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还记得他。他叫做唐岳松。唐岳松。他是脑神经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怪才。他之前研究过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我有幸参加过一次他的演讲。他是提出记忆管理的第一人，他当时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一个想法，通过植入芯片来管理记忆，甚至植入新的记忆。那你的意思是我的大脑里有芯片？这也太天方夜谭了吧？你不需要植入芯片，你就是一个超级芯片，因为你的记忆力早就超于常人。可是我的超忆症已经痊愈了。不是痊愈，是被治愈。这么来说吧，人的记忆是通过神经元放电而记录下来的。当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他的大脑就会因为这个事情而用一种独特的语言重新编辑一遍，然后记录下来。举一个例子吧，好比辣椒是辣的，你只需要尝试1次，你就能记住它。可能过了很多时间之后，你会想不起辣的程度是如何，可是这个辣的概念和辣椒这个本身，你是记住的。那大脑的语言又是指什么呢？神经元间放电的规律，就是它的语言。人的喜怒哀乐，
人的大脑都会放出不同的电荷。唐岳松最著名的发现，就是他初步收集和印证了悲伤的记忆放电现象特征。他的科研方向是试图收集编写能破译出大脑语言的字典。你和其他超忆症患者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可以平静地去回忆之前那些痛苦的回忆，而不会像感觉又体验了一样那样的痛苦。我敢打赌，3年前的你一定不是这样。是的，我现在想起痛苦的事情，已经不那么难过了。你的大脑就像一个强大的天然硬盘，可以事无巨细地把一切的东西全都记录下来，一触即发。但是你又不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筛选机制。普通人可以通过心理暗示，把一些不愿意想起来的，甚至说是不愿意去唤醒记忆中痛苦的情绪。你以前不会这样，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你克服了这一切，现在可以管理自己悲伤的情绪。我猜，这和3年前导致你昏迷的事件有关。所以你说我是被治愈，是因为现在我的大脑里有了控制和筛选的机制，不再被一些极端的情绪所击倒。那可是3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还有那个男的到底是谁？也许那些回忆不仅仅是悲伤而已，而是绝望，是那种会让你觉得失去一切的绝望。一旦被唤醒，你会彻底崩溃。所以，出自于一种自我保护，你大脑中的筛选系统仍然在阻碍着你想起这些事情。这一切我帮不了你，但是在最后一次给你进行催眠治疗过程之后，我发现能唤起你回忆的是当时对你来说是陌生人的唐一修。静，一大早去哪儿了？电话又联络不上，而且它能让你唤起的是你曾经已经遗忘的那些事情，即便是一个瞬间，那也是一个突破。所以我觉得唐一修可以帮你寻找到失落的回忆。重案队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连声招呼都不打的地方吗？我早上已经和张队请过假了。张队让我带你，你有什么事儿应该第一时间通知我。你知道你昨天晚上那样，今天又联系不上，我有多担心吗？我才是那个跟你一起办案的人。对不起，我以为张队长会告诉你。我下次知道了。把手机给我。给我。密码。我已经把我的电话存到了你的快捷菜单里，你以后按1就可以打给我，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通知我。哦。刘奇曼来了，就在里面。结果也出来了，戒指盒上的血迹不匹配，但是指纹是他的。不匹配。你看看，我怀疑我们找对了方向，但是找错了人。比对结果亲缘关系，可能是猫小曼的。这3个人以前一定发生过什么事。这是你的吗？这个怎么会在你们这儿？案发当晚，你是不是见过苏兆斌？难道他死的时候也是拿着这个的？刘奇曼，是你主动跑过来跟我们交代问题，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反问我一个问题，与其这样，你何必跑这儿来呢？你要是真想配合我们办案，就好好回答我的问题。第一，案发当晚是谁在你家给苏兆斌打的电话？第二，案发当晚11点，你去哪儿了？有谁可以为你作证？第三，
你和苏兆斌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这枚求婚戒指会在案发现场？你和苏兆斌？你哭什么呀？我又没问什么，我问的不都……没事，先回避一下，让顾姐来网吧。喂，张队，你不是在里边问那个刘新曼吗？怎么出来了？那个对象的情绪有点不稳定。哦，情绪不稳定啊？是你把人都弄哭了吧？不是，我就是问了几个问题，他可拉倒吧，别人不了解你，我不了解你。哎呀，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这样，以后凡是跟女人打交道的事儿，交给小谷来做，啊？凭什么呀？这个戒指盒上2年前的血迹，就是你妹妹的吧？所以你想包庇的人，也是你妹妹。我没想包庇谁。你妹妹2年前的车祸，是不是恰巧就发生在情人节前后？其实这个我们很容易就能查出来。这件事儿真的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为什么要撒谎呢？那天晚上从你家走出来的人，就是猫小曼。你说错名字。所以你也怀疑杀害苏兆斌的凶手就是猫小曼，对吗？否则你就不会无故跑到这里来替他打无谓的掩护了。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发现了一间合适房间。旁边有个矮桌，应该有人在那里刚刚修剪过花。坐在那里插花的人，就是猫小曼吧？可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进出合适房间插花，肯定很不方便。所以只能说明一点，就是猫小曼的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可以走路了。够了！就算他已经恢复了，他也不可能杀得了苏兆斌。他的手连拿笔酒一点都坚持不住，怎么可能用刀捅人呢？那你的意思就是现在承认，当天晚上从你家走出来的是猫小曼了？我真的不希望他被卷到这种事情里来。更不希望他被当成杀人嫌疑犯。这件事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如果一直像你这样不肯说出实情的话，你就是妨碍公务、作伪证，不仅救不了你妹妹，连你一样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姐姐呢？她为什么要跟你们来这里？你放心，你姐姐身上的嫌疑已经排除了。那她人呢？她在休息，但是在你见她之前，我们有些话想问你。你还记得当年的事故是什么时候、怎么发生的吗？2016年2月14号那天晚上，我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红色跑车撞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被路人叫了救护车送去医院了。可是，这和我姐姐有什么关系？这是什么？这上面的血迹，很可能是你的。我的？怎么可能？我没见过这枚戒指。这是2年前的情人节，也就是你出事的那一天，你姐姐收到的求婚戒指。求婚戒指？你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吗？为什么他一直瞒着我？那天晚上也是你给苏兆斌打的电话，然后自己从家里走出来的，对吗？你姐姐就是为了保护你，所以才做了伪证。你希望她因为妨碍公务罪而受罚吗？在和你们说实话之前，我要先建议我姐姐。小曼，来坐。为什么一直都不告诉我？你不后悔吗？没有什么事儿是值得我后悔的呀。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爱着他，对吗？比不上爱你了。你太傻了，你太傻了，你知道吗？你根本没有必要为我这么做。2年前的情人节，赵斌突然提出跟我结婚。西曼，嫁给我吧，我会给你幸福的。你知不知道，小曼她对你……我知道，这个我会跟她说清楚的。终归你是她最爱的姐姐，她是希望你幸福的。我20岁，小曼16岁那年，我们父母离婚了。随后紧接着就跟比赛一样，先后又都再婚。虽然这些年在生活上继续资助着我和小曼，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在
这个世界上，唯一把对方当成亲人的，就只有彼此了。我和小曼是一起认识赵斌的，那个时候他负责新人奖征稿工作。渐渐的，我发现小曼对赵斌的感觉已经超过了对哥哥，或者是对一个行业人士的崇拜。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约会了。我那时一边说服自己相信小曼只是希望在赵斌那里获得漫画领域的认可，一边是为了掩盖和赵斌约会，对小曼说着各种谎话。那个时候的我真的很矛盾，尤其是在赵斌提出要结婚的时候。可是命运很快就替我做出了选择。妈妈，小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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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妈妈。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对我的惩罚。我就向老天许愿，只要小曼能捡回一条命来，我愿意用我的终身幸福作为交换。我有一个问题。既然你腿上的伤已经好了，那为什么还要坐轮椅呢？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因为只有这样，苏兆斌他至少不会当面赶我走。可是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他这么讨厌我，是因为姐姐，是我自私的只想着自己。依赖着所有人，贪婪地享受着别人对我的迁就。小曼，你别这么说，你明明是还没有恢复好而已，这件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没必要责备自己。那案发当晚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天是我打电话给苏兆斌的。那段时间关于《月下恋人》最终章上线的事情，我一直想找他好好谈谈。但是那天我并没有看见他。没见到？两姐妹爱上同一个男人，为了妹妹呢，又放弃了自己的幸福。猫姐姐这个女的真的是太好了。这话说的，你看上人家了？那配得上人家？你真的看上人家了？这两个人啊，也是够脱俗的，家里没有手机，没有电视，画画靠纸稿，想约人见面呢，就约好地方，等到天亮，太少见了。您不觉得这里边很奇怪吗？当然奇怪了，那就和某人一样，手机无故打不通，缺勤。如果猫小曼真的去快餐店等苏兆斌到凌晨4点，那么交给王磊的手稿又是谁画的呢？这一点我倒是疏忽了。可是他不应该撒谎吧？
他现在撒谎，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们没有撒谎，苏兆斌在接到电话之后，确实拿了戒指，然后去了指定地点，想要告诉他2年前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件事呢，很奇怪，很微妙。你看啊，3个人围绕着戒指的纠纷是清晰的，可是问题却出现在2年前的矛盾上。只是我很奇怪，苏兆斌如果对猫小曼的姐姐一直念念不忘的话，为什么要反对猫小曼的付出？我都被你们说迷糊了。我现在只在乎猫小曼姐妹俩排除嫌疑以后，那到底是谁杀了苏兆斌呢？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其实你不用每天都送我的，就算我给你送到家门口，你也可以无缘无故的消失1天，不是吗？你今天去哪儿我不问了，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利。但是作为同事，我有件事还是要知道的。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苏兆斌向猫姐姐在那个餐厅求婚的？你还欠我一个答案。这件事情呢，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好，其实我觉得呀，作为同事，你对我的信任还远远不及陆银波呢。不是这样的，是……算了，我也不跟你磨叽，你不用跟我说了，好像我在跟你抱怨什么似的。你上去早点休息吧，明天记得啊，不要迟到。唐一修可以帮你寻找到失落的回忆。嗨，张队，大晚上的你给我吓一跳！是你呀？我以为这大半夜的办公室里闹老鼠呢。晚上吃这么多的东西，不怕长肉？我还年轻，我还长身体呢，我还怕营养不良呢。哦，你这半夜不睡觉，在这加班捋材料呢是吧？这2姐妹的案情太狗血了，我怕我漏掉什么关键点。哎呦，好。哎呀，阿秀啊，这个年轻人啊，对待工作啊，就应该是这个态度。嗨，这不都是您的言传身教吗？哎，不过那个师傅这2天心里边有点纠结。说给你听听。说吧，别纠结呀。是这样啊，我徒弟啊，要个头有个头，这模样呢，白白净净的，小鼻子小眼的，看着招人喜欢。哎，对了，现在不是有句词儿吗？怎么说来着？暖男。对，我就是那暖男，对不对？对吧？我这徒弟暖男，每回遇到这个女性询问对象的时候吧，总能够3两句话就把人吓哭了。哎，一休，教师傅，你是怎么做到的？这跟我没关系，我真是清清白白的。不信你问王子成，你问古静，我连声都没敢大出，这一下就哭了。这不怪我，是不是啊？要这么说的话，那跟我徒弟没什么关系。充其量也就算个没有女人缘。什么叫没女人缘啊？这是2码事儿，好不好？2码事儿啊？那是谁呀？在外边吹啊，说我有女朋友。哎，你说师傅该不该相信呢？我本来就有女朋友，我没吹啊。还嘴硬？你们这帮毛头小子，那点小盘算以为我看不懂。你呀，充其量啊，也就是图一时嘴快。我看你这场怎么收？
师傅，你看我努力在这办案呢，你说你跟我聊的这都什么呀？有，哎，对不起。哎呀，这样，是不是遇到瓶颈了？跟师傅说，师傅给你支两招。你说的真没错，我还真有几点不太明白。说呀。这就是当时我们拿到的原稿。这是毛小曼亲自交给你的吗？对。哦，不对，是他姐姐拿出来的。他姐姐？啊，毛小曼腿脚不方便，一直在屋内。她进进出出呢，都是由她姐姐代劳。天亮的时候，她姐姐终于把稿子交给我了，我和高原就赶回公司了。这样。那像这样的稿子只有一份吗？对，这种手绘的底稿只有一份。所以很珍贵，如果你们有需要，我只能给你们复印一份，原件你们不能带走。那麻烦你了。不客气。哎，对了，你们老板今天没在吗？老板娘正在跟他闹离婚呢，昨天在办公室啊，跟他大吵了一架，还让他净身出户。我们坐在外边都听见了。你们坐下啊。不好意思，久等了。这是合同，您先看一下。苏总和毛小曼签合同的时候，我还没来这个公司呢，所以刚才找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这个合同是过期的。是过期了。后来没有续签吗？应该没有，因为我做苏总助理2年了，所有的合同我都会经手，没有苏总和小曼的续签合同。那就奇怪了，苏兆斌没有理由去图书公司闹，更没有理由告他们。毛小曼的那个手稿是不是？对。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们复印一下？啊，没问题，交给我吧，谢谢。你干嘛这种表情啊？里面的故事很难看吗？不是，我觉得有点不对劲。怎么不对劲了？你看啊，这些都是同一个人物，这些人物的脸部线条笔触都是断断续续的。你看，这张都是3、4笔画的。对，可是你再看这个，这是1笔画，对吗？还真是。你再看，猫小曼早期的获奖作品也是1笔画。除了这个，你看，背景的选择、细节的处理，还有阴影的打法都不一样。最奇怪的是，连签名的习惯都不一样。最早的这个写的是2010，然后这些全部都是缩写，11、12、13，最后的这个又恢复了写2017。你的意思是说，这些画可能不都是毛小曼画的？至少不全是。我觉得以毛小曼署名作画的，一定还另有其人。苏兆斌这么早就签了毛小曼，不可能看不出来这些区别的。我们去找笔迹鉴定专家核对一下就明确了。不吻合。如果毛小曼现在这么火，想让她承认代笔的事，恐怕也不简单。不简单，他们也会承认。为什么？你没发现吗？他们2个已经深深地迷上我了。哦。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缺乏幽默感呢？哎，我发现你这个人也是。不过你同意调查猫小曼漫画这个线索，我还挺意外的。那有什么意外的？我觉得你提出的质疑很合理。但即使我们找到作者，也无法指证是杀害苏兆斌的凶手。我们要找的呀，不是作者这个谜题，而是看他如何解释这个谜。这都是昨天晚上我值班的时候张队告诉我的。张队果然是个老手。
那当然，他可是我们的师傅。这是什么？技术？搞什么呀？这是？别走！快点！家里已经不能回去了，我和姐姐已经在这里住了2天了。怎么会突然间有那么多记者呢？我还想问你们呢，我们去做笔录的消息，真的不是你们传出去的吗？这怎么可能？我们警方是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案情的。那就只有高原了。图书公司老板，按照合同，一旦点击量破亿，就要履行分红的条例，还有关改编权转卖的附加条款，也要重新商定。可是他一直推脱，找借口，不跟我们谈。我觉得你们不方便，所以就给你们带一点吃的。谢谢。对了，你刚才说分红是什么意思？合同的事情一直都是姐姐谈的，所以还是姐姐说吧。漫画这个产业本身就很小众，但是随着在线阅读的便利和发展，一部知名漫画 IP 的价值已经远远大于漫画本身销量的价值。一部有影响力的漫画，它的影视改编权和游戏开发权可以卖到上千万。这么多钱？所以啊，我们和高原签署了共享版权的协议。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协议里面的违约条款里有关作者媒体形象的约束。一旦小曼身上牵扯丑闻或者刑事犯罪，她就可以单方面违约，独享版权。这对我们来说就很被动了。以前这种事情都是苏兆斌当面解决的，可是现在高原趁着这个机会修改营销方案，处处弱化作者，专注消费杀人案件。这高原啊，利润原来这么大，怪不得。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我们一定要找最好的律师对他提出诉讼。照理来说呢，你们的经济纠纷是不在我们工作范畴之内的。但是有件事我还是想提醒你们，你们如果真的想跟高原打版权官司的话，首先一定要举证你们的著作权没有纰漏。上次你们说，案发当晚11点，猫小曼从后门离开家，而猫姐姐在厨房做夜宵，等你端出去的时候，高原已经不在屋了。王磊一个人吃完夜宵，在沙发上打盹到4点多，直到高原回来。接着天亮之际，图书公司的王磊和高原拿到画稿，赶往公司。是这样吗？是的。那么问题来了，交给王磊和高原的手稿，到底是谁画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小曼，我只是好奇，如果你早在出门之前就完成了手稿的话，为什么要让王磊跟高原在客厅等到天亮呢？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完成，那天亮你回来之后交给王磊跟高原的手稿，又是谁画的？所以说这个结局不是你画的，对吗？配合我们破案是你们现在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难道你们想要一直待在酒店吗？这画是我画的。
小曼，你怎么了？小曼那个时候投稿好几次，全都落选了。看她整天郁郁寡欢的，我就想帮她试试。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能帮她做点什么。从一开始，就是我厚着脸皮，一直在抢姐姐的东西。你别这么说，那画本来就是你的，我是拿着你的手稿画的，那奖也是你的。这个说法这么多年，连我自己都没被骗过去，而且苏兆斌他已经知道了。什么？苏兆斌已经知道黛比的事儿了？对。他很早就知道了，而且他也知道，替我画画的是姐姐。这怎么可能？其实苏兆斌在2年前就已经想要放弃月下恋人了，但那个时候我满脑子都是自私和妒忌。不行啊！那我再拿回去改。哎，小曼，小曼，我想暂停《月下恋人》的连载。为什么呀？你的创意跟构思我是认可的，笔触上虽然区别不大，但是你姐姐在画面表现力上要做得更好一些。姐姐，你获奖的作品也是她执笔的，对吗？我是你的经纪人，你也不必对我隐瞒。我已经联系了其他的媒体平台，让你们姐妹俩先匿名，以同人的形式接档《月下恋人》的大结局，再营销神秘美女、漫画姐妹这个话题点。不，这不可能。这有什么不可能？你要相信我，我会一步一步帮你们策划好的。月下恋人是我一个人的，这不矛盾啊。这矛盾！月下恋人他一开始就是我一个人的。你这是在和你的亲姐姐计较名利是吗？是他告诉你他替我画画才得奖的吧？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说，我不许你这样误会他。果然，你还是喜欢他。这和那些没有关系。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连月下恋人的结局都给他？小曼，你能不能理智点？我不希望你把你的姐姐当作是你的敌人，何况她是你的亲姐姐，也是我爱的人。我终于承认了。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这件事了，但是你姐姐害怕伤害到你，一直拦着我不让我说。小满，我一直当你是朋友，不涉及男女之情，就算有，也是经纪人对待自己签约作者的一个责任而已。今天可是情人节。哦，对，今天是情人节。可能今天说这些，确实不是一个好时机，但是这些都是你早晚要面对的。小曼，你的姐姐已经替你包容和牺牲了很多了，你还要这样到处任性和撒娇到什么时候？